学佛法最难完整，有如人开车行路，当然不开车走路也可以，好多事情是没有完美的，但是如走路一般呢，我是指就是这个途径，并不是说这唯一的一个出路才能走向某个城市吗？才能走向某个村庄吗？通常不是，有若干条路，只是有的路和路况不同。走错了路呢，可能会绕远路；走对了路呢，就是走近路，而且还比较保险保证。那么佛法有它的，就是修行中很令人不容易掌握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是太多个部分了我得慢慢想，我也想不出几条来。第一个部分呢，是你的心你是不能把握的。第二个，师父的心你也很难揣摩，对吗？是不是？是。回答正确。还有，每一段时间的心你更难把握。那到了某一个阶段，师父的心你也很难理解。就是两种心都明了了，你还不一定有信心。就觉得自己信心差了，底气不足了。比如说大声念佛好，师父实在念不出来了，没力气了，就是这种，就是类似这种感觉。我要往上搬东西，我真想把它搬上去，但是力气使不上来了。那么修行中呢，就有时候你这些心，师父的心你也能把握，你也能理解，你也企图与师父的心相应，但是你的能量不足了。我就想相应，但是我就没法去关照，没法用最让自己满意的那种真诚和重叠，那么合二为一，没法做得到，心力不足。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我也能把握自己的心，但是我对你有疑心。就是还有呢，这个疑心的概念，今天比如师父把你带到我们今天的经典里所说的菩萨果位菩萨果位，你已经到了菩萨果位菩萨分10地菩萨，就10个境界的菩萨所以俗称叫10，就是数字的10地土地所以容易理解的就是10个层次的菩萨。你到达的是初地菩萨，这是一定的，有发心，有正念有恭敬，有供养，有功德，有福田，但是都不够，这都到达了，就是都刚好及格如果我们有8项的话，8项我都到达60分，刚刚及格，所以不圆满。明明把你引到这儿来了，乃至修到了3地菩萨了，10地菩萨就已经非常的开悟了智慧很大了。有一天，你听某一位佛教的不同门派的道友就说了，你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觉悟。你要真觉悟的话，你要能喝到我们师父的米汤才行你要吃张家的菜才行你要念马家的咒才可以，否则就不是真觉悟。所以当这个境地不能达到圆满的时候，也就是疑心，当这个疑心和这种信心不够坚定的时候，会容易被人所就是诱惑和影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整个修佛的过程呢，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修武功的过程呢，第一个是先修形第2是力，第3是气，第4是意，第5是无意。这是武功的
五大境界啊，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意到，力也到，招数也到啊，效果也产生了啊，所以在见到那些武林奇人的时候，就真的有像那种金庸大师写的那些大师们啊，就好像轻轻微微啊的，就是好像无骨无力的感觉啊，就是你就可以根据电影的表情，你一看他表情之中露一点杀机的时候，这个人必死无疑。但他的招数当中没有看到任何凶残的，那对方已经被击得很伤，或者已经被击死啊。那么在低级武功的呢，只是气力形结合的人呢，那些就是练得全身像牛肉一样，打呀打呀打，总是特别笨，总是被那些更高境界看似很柔弱的人打得一败涂地。那柔弱的人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更高境界的是意，什么意思呢？意念、意识啊，我们修佛的时候叫心。我们今天说武功中那个识、那个意识，和佛教所说的心、发心、调控心、慈悲心、疑惑心、障碍心、嗔恨心、贪婪心，其实是类似的、雷同的。那么最难把握的就是心，因为人他是一个生物，他是一个活体，它不是一个机器。一个机器当设定了一个固定的程序啊，那设定的第一秒做这个动作，第二秒做那个动作，第三秒打那个地方，就确定的了啊，它是被设定死的来做一个东西。而生物，尤其是非常聪明智慧的人类，它瞬间瞬息，我们这一秒钟通常有3种识产生，就是3种那种类似像想法一样的那种感觉已经开始产生啊，这个感觉很难把控。所以佛陀在经典里头一再提醒我们啊，不要去相信自己的感受。识通常是指知觉、觉受为识，通过这些觉受，比如说我感觉到冷，我身体感觉到冷，哎，这是知觉啊，所以我感觉到好自在啊，这都是叫觉受，感觉之后的感觉啊。比如说你感觉到冷，其实是2个部分，一个是有感觉体，尤其是说看到形来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灯光，首先是有一个看的一个器官啊，我们的视觉系统，眼睛看之后的感觉，哦，这个灯光是白色的光，哦，这个灯光是红色的光，啊，当你能有反应的时候呢，为识，就是判别分析结果，最终你通过感觉到认识它，那个果叫识啊。这个识也称为叫觉受，觉是感觉的觉，受是承受的受，叫觉受。所以在心经里，无受想行识啊，无受想行识。我们明明受是指感受、想、思考，还有有所动的部分，意识动、身体动，甚至感觉到气动、心跳，是感受之后的总结，都让你进入无和放弃的状态。但是这个状态我们有没有呢？比如说现在大家的心是欢喜吗？大家的心悲伤吗？好，你既然是有这个能分清你的感受，就是我现在欢喜，我没有悲伤，就是有识。那么在修到深度的时候，让你放弃这个感受，不要相信那个感受，因为那个感受给你带来的
也许是错误，就是它不是真意，它是真真假假之相。所以在《金刚经》里也有类似的一些对话和佛陀对我们的教导，这与我们现在要修的法有着必然的关系啊。所以在《心经》里，佛陀教给我们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会产生什么呢？6尘、60、80啊。我说的不是数字，是指几大类别的觉受啊。有这些东西要放弃，不可执着啊。就像我们今天在修行中啊，我们这种觉受，这个时候会让我们错误。佛在《金刚经》里讲到，这个未来的这些大菩萨们呢，你其实要注意一个最大的要点：怎样才能让自己永远有修行的动力？那就是要永远要有一个普度众生的心。这个普度众生的心之强烈，佛陀提示的还是非常的精细。他普度之心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真发愿修行的大菩萨级的弟子，应该说我要度尽天下一切众生。他把众生的类别也都给包含在里面，就无论是胎生、卵生啊、湿生、化生啊、肝生啊、电脑生啊，就是这个意思。整个这个世界的生命，我的意念之中，我的思想之中，要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将他们全都要改变它，去帮助他，啊，去度化他。度化到什么程度呢？让这一切受苦的众生都能脱离苦海，不再受苦的这个世界里，让一切众生皆能解脱。就类似这种，他能够升华到那一个极乐世界里去，要有这样的一个最伟大、最宏观的一个大发心，你的心才能站得住脚，才能使得上力，才能让自己永远有动力否则菩萨的发心就变得不稳定。而且说，让你在整个度化众生之中，也还要放弃对众生名相的认识光人类里头这个贫富贵贱高低这个肤色都有还有我喜不喜欢都会有。所以这个佛陀在《金刚经》里就讲到，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不能有这样一个分别心所以度尽天下众生的概念，它是用整个这个众生平等，也反映了一个众生是因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来4大乃至到6大这个物质来组成的这个不同的生命状态，才来全面的来提醒我们度尽一切众生的概念，就是不要分他是人还是非人类，还是海里的还是陆地的，还是这个
这种带羽毛的禽类，还是长皮毛的兽类，不管啊，所以我们的大意念之中是这样的一种宏观的概念啊，你才能越做越多，而且越做啊，在做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消除分别心啊，才能让自己升华，也才能看透真真假假之相。回到我们的觉受体，就是我们的人体，乃至到心理的感觉啊，我们这一些来给我们的感觉，通常都是通过哪几个部分得到感觉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还有吗？有了这些，才能产生受想行识的，你才能就是我因为有了这个感受，我在思考，啊，那就是受想行识。哎，说，其实，在《心经》里，佛陀就说，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人类是依靠这个来分辨是非的。这个东西好像也对也不对，也是不靠谱的。宏观上是这样说，因为我们当修进去之后，达到最高的禅定智慧之后呢，其实是没有，或者是忘掉，或根本不理睬这种感受。这个感受都是我修行之中必然经过的路而已。它是真相，又是假象。此时你感觉到痛苦的，啊，我们就具体的事物本身，按照哲学和自然规律来进行分解的时候，才发现，你今天的觉受不一定是靠谱的，不一定是如实的。年轻人哈，我脸上起很多包。爱美的年轻人很讨厌这一点，是不是？很生气。那么从真实的人体的健康来说，我是遇到很多青年人跟我问这个问题：师傅怎么样把这包消了？一般就吃些败火的东西，清凉的东西可能会好一些。说师傅灵验了。再过15天之后说师傅又不灵验了，包又出来了。你这个方法不灵，不是不灵，是因为你还活着，你的火蹭蹭往上窜，天天像烧窑一样烧，对不对？你的内火、你的心火、你的情火，啊，这三昧人火，烧出几个包来算什么呀？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这个不会用的话，它烧的是让自己七情六欲全部紊乱。如果会用的话呢，像孙悟空一样练成火眼金睛，是不是？所以，那就有人问我，师傅，这种像年轻的这些青年人脸上长包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回答呢？为什么这么说？你不能见丑不救啊！是好事吗？但是我觉得还是好事。如果把他憋到上了脑子之后，是无名，他去杀人，去强暴，去抢银行，去开赛车，你说多少孩子他那个就是无故杀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冲动。那个冲动怎么来的？火，三昧俗火烧的。小孩开那个车明明可以开慢一点，他拼命就是好像他们家着火了，一定要救火的感觉。他到什么地方去呢？就他到了一个草地上躺着玩，那这个路上你为什么拼命的像逃犯一样那么开车呢？刺激，那哪来这股动力啊？三昧俗火。有一个爱美的女孩，
他那个脸上长疙瘩长得特别严重，跟我说他烦恼不得了，怎么办？我要死了，这样我都找不到男朋友啊。这个找男朋友是下一个问题，那是奢侈的问题啊。这个真是我得想把他脸撕下来，你别那么想自残的想法，好吧？我说我有一个办法，这个包呢总是要长的，不要长在脸上，长在心里头。你觉得好不好？他真的这么多包长心里头，那我的心脏还能往上蹦血吗？不蹦了，美就可以了。那不行，这现在人还是毕竟有点文化的。那你想想，长到脸上的包，如果长在心脏里，长在肾脏里，长在内脏里，好不好呢？所以脸上的包，就让它任其自然吧，是不是啊？喝点凉茶，敷点冰块，凉水泡脚，还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来修行，还有多洗脸，少擦油脂，还有要吃素，对，还有呢，少吃糖。有很多底下皮肤下面那个包是螨虫，它不是一种病来的，是螨虫在里头。这个螨虫怎么来的呢？是吃水果太多造成的。你的血液、你的肉都是甜的像水果一样，里面自然产生了虫子，那个虫就是属于人体水果虫。对，所以你这抹一抹的时候，它就收缩了，就开始练缩骨功，变小。等你那个药物一少了之后，它又起来了。所以我们拿这件事物看，脸上长包让他痛苦，心里长包让他死亡，最后想想还是脸上长包。还有说他长我背上去，这不是你想让他在哪长就在哪长的，不是你家种花，是不是啊？对，所以我们当面对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看着这个事物，这样是烦恼的。再跨开一步看的时候，这倒也是好事。还有呢，如果哪都不长包，内心的火往哪窜呢？会出更大的行为的错误，比如说开那个快车撞死人，或者自己被撞死。之前有个富人的孩子买一个跑车，在某国家拼命的跑，在一个市区的公路上跑得很高的速度，把一个出租车、计程车给撞飞了，里头几个日本游客也撞死了，他自己也死了，当然这个交通事故简称是交通事故，那这个根源是在哪里呢？是在内心的躁动。这个躁动既是小事又是大事，大事伤人害己，那小事呢可能喝2包凉茶就好了。所以这一个事物的好坏，它分短期、长期，还有近处看是美，远处看是丑，再远处看是凶，对，所以我们当依靠了我们的这个五官和身体这个基本的感觉来进行分析判断，常常会出现根本的错误。所以回到禅的深度的那个境界，这里他用梵文的一些用法叫波罗蜜、波罗蜜多等，他称为的一种深层的禅境之中，就是说要消除淡化乃至到否认你现有的感受到知觉，才可能回归于零的状态，就是一个事物真相的对与错、好与坏，还有正确与否。所以我们以我们的这些知觉和判断，它从大的正确来说，它可能就是偏离，它就是不正确。而回归到根本清净之处，那个清净
讲得很清楚。佛给他起了好多个名字，就是大自在境界，也叫舍利子。他只是给他起几个名字。在《心经》里描述的这个状态，我个人认为的，还主要是提醒大家，阐述着这个真正的回归于一个事物最根本的本源真相，那就是说，不依靠我们的感受，淡化这种感受，它是空和有之间的那个零点，而且放弃这些感受，放弃这些分析，乃至说到的非常非常深，所以他就讲到了，乃至照见五蕴皆空，不净不垢，不生不灭，也可以说不好不坏，这个不生也不死，这个不痛也不痒，不得也不失，这些里面没有一句废话，我觉得都是在佛陀教化着我们，怎样走向那种根本圆觉的那个，还不是真空事物的根本的那个点，那个点也可以称为叫中性，让我们放弃我们的这些五官和身体的对事物的判断和感受。他讲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受想行识。乃至到这些眼耳鼻舌身意所生出的东西，我们都不要。他说这个有多么重要呢？他说一切诸佛，他们的成就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事物的好坏，我们通过一个常人的这个五官到身体的感受，很难找到事物的真相。就是说，表面上海浪起来了，3尺浪，我的船晃得不得了，恐怖的要死。那恐怖是正常的，因为人他不是一个水中的动物，这个恐怖掉到水里会淹死。我们看到这个像，但是真实的像呢，其实海底可能还是像昨天那样平静，它此刻外在的那个动，那也是临时的，那也是一个假象，但是这些真相与假象，它不是不杀人，不是不杀生，同样会产生作用。就是生命，是由4大元素组成，是由因缘和业力所组成。类似听起来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假象，但是当这个生命真的形成了，它又是相对的真实。在这个真相之中，我们还有生老病死之苦，而你经历这个苦的人，他觉得这个苦又真实不虚，是不是？你像你感冒的时候，你的发烧稀里糊涂，身体痛，关节痛，那个不是假的呀，痛的不能干活，不能上班，不能做事，你要吃止痛药。有些人撞车，把骨头撞断了，尤其是把腿骨撞断了，走不了路，那个不方便工作不了，上厕所都不方便，拄个拐杖那既然是假象的话，想一想它也就好了，也不用拄拐杖了吗？不是，真的痛，真的断了，所以更让我们增加了更多的迷惑到底这是真相还是假象呢？
所以它是既是真相又是假象啊，既是生存，又不是永恒。还有，此刻的苦并不意味着明天的苦。如果今天的苦也是真的，但是明天就不苦了呢？今天的痛是真的，明天如果好了呢？所以它的真实与否，不在于说有人骗你做了一个假象，而当时是真有了，但是明天这件事情就不复存在了。它的假的概念是在这个部分，用这个思维方式，而不是虚假的，它是一个过程。大家都提着重东西走过路，对不对？对，但是也没累死啊。今天你还在这里，那提着说好累啊，好痛啊，尤其是提着一大包菜上楼梯，如果你的电梯坏了之后，你提着一包重东西上楼梯，又累又热又渴，还又生气的话，那个就更累了，提的这个过程，又想打人，又想骂人，又想杀人。等回家之后，家里人给你一张笑脸，给你一碗冰淇淋，再说你还挺漂亮的，好像什么累也没有了，骂人之心也没有了，甚至觉得还挺舒服的，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苦和痛，它的属性就是叫做不真实。我们刚讲过。佛说，大菩萨他支撑自己修行的真正动力，除了你曾经的发心和愿望，你还要重新再发一个愿望因为我们谁都受过苦我们知道苦带给我们多大的那种负担，多么的恐惧，多么的无奈做一个糊涂人是多么的可怕所以过去发的愿不知道是什么，每个人发的不一样，所以要成就无上菩提，要成就今生今世，在今生今世，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法门，我特别倡导今世为人，今世如果有缘修行，争取今世觉悟。真觉悟了，就真有成就。你们知道成就是怎么来的吗？成就就是和它所配套的是觉悟，明白了就是开悟了。开悟了说，你现在要干什么呢？说，我不杀生了。我要护生，这就叫开悟了。那成就呢？说我护了多少生，我少做了多少业，那是成就。我今天我度了多少人，成不成佛道不管，但是我救了多少人，帮了多少人，让他们不作恶了，让多少人离苦了。说这个离苦是如法的真实。比如说，你头痛了，头痛我给你吸点毒吧，反正就不痛了，这个不叫救人。这反而是害人，既有正心正念，还有正法。就是我既是医生想救人，我给你的药还是良药，那叫为正法，良药即为正法。我光为了救人好吧，头痛吸个大麻吧，肚子痛吧，吸个大麻吧，我想减肥，吸个大麻吧，好像说都有作用，那确实可能也起到临时的作用，但是最终将这人害了。你的心是好的，但是你的行是错的，那就是有罪的所以我既要有一个觉悟的这样的境界状态，同时我又要有叫做功德。功德就是我做了多少这种觉悟之后的正行正念的事情，也就是功德的积累功德积累也分几大项，是不是我最起码我比较赞同的有哪几项呢？有6大项嘛，就是6度嘛，也叫6般若蜜
波罗蜜多的概念呢是，应该说是叫真知灼见，也叫正见，甚至叫根本正见，一切事物之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放大镜、显微镜，将这个事物的真实看清楚。那个正见的状态叫波罗蜜。但是这个波罗蜜在哪来的？在深深的禅境，是无分别，无眼耳鼻舌身意，无人类的判断，无人类的思考，回归事物乃至到宇宙的起源，才能看到真实相。那么这个真实相既非判断而来，不执于相，乃至成就最高的果位，那个觉悟的对觉悟的根本认识也是这样，不执于相。不执于相，佛都讲到了，第一，不依赖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去判断和享受声香味触法。声音嘛，香是香味儿色声香味触法。首先是色，是指一切形象我看到的，所以我通过五官到身体乃至到意识，看到、听到、感到的，我们都要放弃，形成极高果位的大菩萨修行，乃至到要跨越就是他的大弟子须菩提长老问佛陀那样这个菩萨怎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大菩萨呢？说我们要跨越这一切我们刚才讲到的色声香味触法。你不要说今天我看到一个人像佛，我就听他的，你可能错了。今天我比较喜欢这个人，长得他的美确实符合我的心意，你放弃吧。今天这个人很丑，我就是喜欢丑的，就是佛说美的不要执着，那我执着丑的呢？错误。这个人修的那个境界，我一走进他就闻到了一股好像解脱的芳香，对不对？佛说这不能依靠，它更是空中楼阁中的气泡，又是虚假。今天我们学的是观察理解事物的真相，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把握那个觉悟的真相，要让我们的心永远有动力，而永远行正道，就是说放弃那个相，那个相中既真又假，既实又虚。那么信佛，当我们真理解透了，去崇拜佛像的意义之后，我们才明白它的真相。这个时候佛所说的那这个佛像也是不是可以不用崇拜呢？叫做也是，也可以不是。我崇拜是因为我感恩我的恩情，我的修法。难道我人生之中没有丝毫执着吗？有没有？今天菩萨说，佛告诉大家，今天菩萨不要执于这些相。那么佛教这些菩萨，难道是没有信仰、没有追求了吗？是这样吗？这个我相信会把所有的佛教修行弟子们都给难住。佛根本之心说，
众生平等，这叫众生平等的言论呐。今天我礼佛，明天见俗人我也可以礼拜，他未来都能成就。那么明天我还可以再礼拜，在礼拜的时候跟前一头小毛驴走过去，人说：“哎，师父别礼拜了，前头是个驴，崇拜。”这个驴也是众生之一，我崇拜他是给他赞美，给他祝福，希望他做一个善良的驴，做一个智慧的驴，再让他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希望来世做人，而且有机缘获得觉悟，不是挺好吗？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去用一个崇拜之心，崇拜的目光去面对众生，有这样的一个公平之心，你能够去对一个毛驴或一只小狗、一只鸡，能去给它以崇拜、以祝福的话，我觉得这个境界才是大菩萨境界，才叫真慈悲。佛还说，执着于这个真慈悲，又是一个假象。你执着于真慈悲这3个字，这就更深了也许给大家讲的时候是更有难度了，理解上也更有难度。你执着于真慈悲这3个字，又可能会出现某种错误的偏执。佛不是让大家不执着，不执着为什么还要说给菩萨听呢？说法本身是不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觉悟，难道不是一个目的吗？是目的。既是目的，他要去说法，说法本身是不是刻意的？他不刻意说不出来，对不对？那佛有没有执着呀？有。他执着的是什么？是让众生觉悟。他还执着于说，让世间一切众生皆要解脱，消除地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陀更执着。那么教我们不执着的部分是说，让我们看清事物的真相，才能够自我寻找更加高尚的生命之路。因为你在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佛陀早已看清这件事情，说我不可能这个佛陀天天这样引领着你，因为你每时每刻从出生之后，从娘胎里出来之后，你影响自己一切心理到外在行为的东西，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这个部分是最影响你的，它是离你最近的，乃至和你不可分割的。你有了这些感受，才觉得自己存活。我再指导你也做不了，这是佛陀的想法。这需要你自己用更高的智慧来判别事物的真相。这是告诉我们，教化我们去认识这条路。去对人对事的时候，那真慈悲不分他是佛还是非佛。昨天我们讲到很多法师说，这个外道我们要远离，这个是邪道，那个远离，那是沾佛光的附佛外道，远离。我是男法师，这个美女太美诱惑，我要远离。那我总感觉的好像做馅饼一包了一层又一层，包了一层又一层，把自己包起来，对不对？那是修行人吗？我觉得这个修得很怪了，就是把这个远离，那个远离，你度谁呀？
是不是啊？所以佛陀的真相说，让我们认识自己，要剥离那些自我执着的判断和错误的判断，就像打仗一样，我记得这个《三国演义》之中，草包张飞将军，曾经用过一个计，那个他们和他的大哥刘备一起带着一群百姓逃亡的时候，曹操派人来追，刘备的人少，可能8000人到1万人的士兵，但是带了10几万的老百姓，牵猪拽羊一大堆老百姓一天只走10几里路对不对？你想那个猪一会儿跑了，鸡飞了，蛋打了，孩子撒尿了，拉屎了，喂奶了，哎呀，怎么走啊？还有很多半身不遂的呢，这个路走不了。所以那边的那个兵骑兵追过来，往哪跑所以张飞是护驾的所以他们正好从这儿追过来，那边有桥追过来，正好桥这面这个陆地后头呢有一片树林。张飞说：“这回心眼多了，拿着马，拉着大树枝子在地上跑，那个烟前面有一条小桥，很有名的，叫什么桥？叫当阳桥张飞骑着他的小黑马拿着小铁棍子，说：来人看看大土匪张飞在此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地方一看一个人，不管是什么飞，是阿飞他也不敢站在这儿。树后头这个跑路的那个尘土这至少看的样子是好几万人。正好呢，曹操追来的人也不争气，张飞一喊，使劲喊了一声，胆儿又小，趁他不防备，自己一头从马上栽下来，当场翻白眼死了。这个前头死了一个，说：哇，这太厉害了，勇猛这喊了一声之后，这个人给吓死了。所以你不要以为那边浓烟滚滚就是有很多兵马，所以这也是个事物的真相。而这些事物的真相，佛陀为什么让我们去看呢？就告诉这些大菩萨们，你真要修道，真要获得大成就，难道此刻的这些感受就是真的吗？那小子还吓死了呢。被吓死的，他真死了之后，才觉得冤枉呢。好张黑小子，你都是拉破树枝子吓唬我这根本没那么多人你就是20-30个人而已原来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今天你以为看到的相就是真相吗？当然我并不是说理解佛陀所讲的说一切相都是假象吗？佛也不会这么说，它是不生不灭，不净不垢，不多不少，不虚不实。所以它既是虚的又是实的，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当真是真，但是过后觉得又是假。所以这个真假好坏痛和不痛是根据说昨天和今天又不同，还有近距离是诱惑，远距离狗屁不是所以细细的尝一口，好甜了，远远的去看，什么味儿没有，就是好多的事物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根据时空不同，距离不同，时间不同还有你的心情不同，这本身你这个感受体的你的感受的你自我的调理状态，你的心的调的那个状态不同。比如说那边是酸的，但是你的感受是苦的，你自我的调试的东西也是重要的。所以这两个真真假假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是内在的我，第二个是外在的事物，这两个东西里面都包含着真真假假。
这两个真真假假碰到一起之后，还有什么真实性呢？所以他们打仗之中也不小心落入圈套，对不对？你看到的真相，你以为是真的吗？同样是那个三国里面的故事，诸葛亮实在跑不了了，领着可能也就几十位50-60名老弱病残的士兵，弄的空城计，也是没办法，跑不了了。如果放弃跑的话，恐怕被人追上也得剁成肉泥。被司马懿一大帮10万大军呢，10万还是20万大军，那么多人，他这几十个人，实在不能抵抗。他要做出一种更假的假象，说我埋伏好了，10万大兵刀斧手那个刀磨得锋利的不得了，但是我装出来没有一个人藏在里头，把城门打开，诸葛亮在那弹琴呢，那么在听，所以什么都懂也麻烦听哇，这么清静自在，越是清静自在，越是高手能够静下心来的，才是真正的胸有城府，暗藏巨大杀机。我进去之后，恐怕连骨头都找不着了。他听不懂琴声的呢，你看一个人上就把诸葛给灭了，对不对？那听得懂琴声还麻烦这个，这么静啊！司马懿啊，就来自于多疑，对不对？上当了。所以假象就是真相，是不是？那么诸葛亮有没有杀机啊？有没有啊？他有2种：第一，极为恐惧；第二个，心藏更强大的杀机。因为他越是没人，我越要自我保护；如果有人，我一定把你全给吃了但是这种暗暗的杀机，当达到极致的时候，反而不显山露水几乎像农夫纺线一样轻轻的、淡淡的，用力就会断。他在弹琴的时候呢，反正轻描淡写，反而在说享受其中。他最用心的去弹那个清静的曲子。所以真相假象，虚虚实实如果今天佛陀是一位军事大师的话，告诉底下来学习的这些士兵们，你也要认真的去感觉、思考，乃至要超越自己的判断力看事物才行。那怎么超越呀？不容易呀！要真想统治世界，第一，不一定都是兵才能统治世界；第二，若想杀人，没有东西不是兵器，对不对？这一把琴和那几把大扫帚，不是一个很强大的兵器吗？一个很好的音乐修养，也变成了兵器也同样挡住10万大军那我们去渡人的话，去帮人的话，那哪一个东西不能成为帮人渡人的良方良药呢？都是可以的。好，当然此刻这个不议论，就是好多事物的相，是我们的人类的这个整个的观察和感知系统可能会出现颠倒的问题。就是本来是有，你当成无；本来是无，你当成有，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众生在经典里，佛陀也提醒我们，众生时常是阴阳颠倒的，有颠倒的这个意识状态，才做糊涂的事情。为了达到那个根本的公正，这是教大菩萨认识世界。教大菩萨有最坚定的发心，所以那部经文叫《金刚》好，我们用这个《金刚》加《心经》，佛陀的这种慈悲教化，我们能够顺便获得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